哇，干嘛呢，辉哥？大家好，我是人好话不多、爱吃爱喝的大辉。这不刚吃完嘛，做运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来到了虹桥区的复兴路，来寻找儿时的记忆啊。这也是个非遗的小吃，咱看看是嘛啊？走，给我看看，就在前头。这是虹桥区的复兴路，辉哥让我带我去尝尝儿时的记忆啊。就这儿吧，这儿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就这儿啊。熬汤马家始于1825年，清真的，而且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，姐姐，您家那豆干汤是非遗哈？是我们家非遗。是做吗？那现在做吗？每天都做，现在正晚上就做着呢。是啊，我能看看去吗？可以啊，我一会儿我也买点啊。行。哎。我这一进门啊，就看见几个姐姐在这做的，这是姐姐这做的什么汤啊？哦，麻酱酥汤啊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，这还真是纯手工啊！一会儿给大伙儿看咱们这个非遗，天津非遗的这豆干汤啊，这是麻酱酥汤。这咱开始了吗？能做吗？能做，这都是。咱做吧，我看看。哎，不是想看您怎么做的过程啊？行，现在就是准备下汤。哦，熬汤对吧？准备熬汤，准备下汤。锅一开之后可以就下白砂糖。哎，这个熬汤可是个技术啊。可记住，这个讲究火候，一年四季4种火候，做汤的火候是不一样的。哦。咱现在我用的火候是冬天火候，汤必须得是脆脆的。哦。熬完以后，把这汤倒在豆面上。倒在豆面上了。这第一步，先是熬汤。好，这里是水是吧？对，水，再下汤。水开了后，把这汤下里。把白砂糖下里了，再下白砂糖。纯甘蔗糖2锅，广西。哦。这把这和开。喝这么多水，它有比例的吧？对，有比例的。对，汤和那个水是有比例的，每种汤的比例不一样。哦。像这种比例就得水大一些。水大一些，好和那个豆面。对对对。荆门一绝熬汤马家，哇！您这个工作服的这个后面都是那个。这4个字荆门一绝是我爸送给我的，告诉我你要好好干的，天是你做一独一无二；你要不好好干的，你就荆门一绝了，一绝了，一语双关。哎，是好，那您肯定是好好干了，我肯定好好干。哎。行了，这汤。再等会儿，这大泡，这大泡变到小泡的时候，咱就能做这个豆干汤了。哦。你看这泡是大泡。哎，大泡现在是。对对对。到小泡。哎，大泡变到小泡的时候，这个火候适合做豆干汤。因为每种火候的这个做汤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好。您这个关键是不是就是这熬汤啊？对，熬汤熬是嘛呢？熬的这汤的火候，这火候不到，汤是粘牙的。哦，火候要过了，这汤发苦的，就汤色那色了，讲究这种中和性，又不苦又不粘牙，是脆的。呵，工艺和诀窍是在这儿。汤是讲究温度，哎，每种汤温度是不一样的。要不您叫熬汤马家。现在这个汤就行了，你过来看就明白了。哦，你看现在这泡就。大泡变成有点小气泡了，而且现在汤变得稠了，但是不像刚才那么稀了吧？哎，汤多水少了，感觉是吧？对，把汤那个汤给弄化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哎，现在就可以了，咱现在就可以关火，把这汤折到面里，豆面里。对，豆面直接这就能做豆干汤了。这熬了多久？大概刚才算算。咱得20分钟。20分钟。哎，好。这就是熬好的汤，晾凉了吗？还需要？不，现在这温度赶紧去，凉了这个温度赶紧倒。好嘞，就热倒，赶紧。这盆里是什么呀，师傅？盆里是咱磨豆面。哦，豆面。对，这就是汤水。哦，这样做。对。拿糖水跟豆面和哈。对对，就跟家庭和面方法是一样的。哦。豆面，炒熟的豆面是吗？对。这是把面跟那个糖浆
搅和到一起。哦，和一块儿。对，和到一块儿。跟和面似的哈。对，差不多。嗯。咱这豆面里还加嘛东西？就都纯豆面，咱都自个儿炒豆面。你这样能做出来豆根汤哈？哎，通过这个汤的温度，现在你们能闻到有点豆香味儿。嗯，有一点儿。哎，隔着口罩都闻见了啊！哦，鼻子姐。哎，我看见那边有咱小时候经常吃的一些糖哈。哇，这可都是咱小时候吃的啊。这是刚才我看的那个做那叫麻酱糖是吗？对，麻酱酥糖。哦，麻酱酥糖。这个是嘛？这叫酸蘑膏软糖。哎，好，大力糕哈。对对。嗯。这个都是封眼儿的状态，我记忆特别深刻啊。前面是咱自个儿熬的金糕。哦，金糕。对。师傅，像这个您一般是一天能做多少？做个那个20-30斤，做完就完，现做现卖。现做现卖。对对对。这就差不多了哈。然后再搁在那个案板上，再揉就能揉到一块儿了。好。您这是干了第几代了？您这是？在我这儿已经第6代了。哇，第6代了都。对。对，把面那个黄豆里边跟糖里边那空气，给排出来，我给它揉到一块儿。哦。这是一把力气活儿。嗯。是。有点巧劲儿都得。炒熟的这是豆面，红豆面，撒这个，然后再接着揉。对。我估计大家也是只吃过豆干糖，没见过怎么做，是吧？他们家这个豆干糖是非遗。哎，是。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小时候吃的豆干糖怎么做出来的，而且是非物文化遗产。您这个熬汤马家，您一共干了多少年？我们家是从有历史记载，从1885到干到我这2020。嚯，真了不得啊！能传承这么久，135年，差不多吧？算算。它最主要是手工多，知道吗？哎，真是。姐姐上了啊！现在下一步开始揪剂的时候，看见是姐姐。对。揪成它差不多同样大小的剂子。嗯。现在就揪成大小一样剂子，他给我揪成，我就开始搓成手指大小吧。嗯。哎，我怎么记忆当中小时吃豆干糖还有那种细细的哈？细细那是硬的，过去啊那阵儿最早是硬豆干，软豆干是一点点。过去家庭啊都差不多，吃一颗硬豆干呢能缩了一天啊！是，没错，对吧？你这所以说一点点就很快就吃完了。嗯。您这一次出多少斤呢？这豆干糖这一次能出个5-6斤吧，这一锅一天熬个5-6锅。5-6锅。对，因为我这其他糖果都是我自个儿做的，所以说我这做完这样我就做别的。我搓好了条，而且这个切这个长度有这个规定吗？有，差不多那个成人手指大小。哦。这就做得了吧？对，一会儿和好面子装好盘就能有搁前面卖去。哦，像你们家就这种小时候吃这种糖，现在大概有多少种了？已经？现在有小80来种。80来种了。对对对，有些糖是应季糖，我现在已经做到就是4季，跟着4季的糖走。哦，不同季节然后卖不同的糖啊？对。像冬天吃哪种糖好？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冬天那个酸蘑膏、酸枣软糖、豆干糖都挺好，这糖都比较好。哦，那这些糖买完以后回家还都是放冰箱里吗？还是不放冰箱？这个糖啊，起潮最怕放冰箱，冰箱里有潮气，吃不了了，都记好了，密封保存就行。哦，放多少天？能放6个月了。嚯，6个月！对，夏天放时间短，夏天因为夏天那个天气潮湿，就是现吃现买。夏天就是放3个月。这个有一句，我们做糖有一句口头语叫嘛，糖见水啊，如见鬼。哦，糖要见水就直接就化了。直接化了。对。
那您这非遗这个糖跟与众不同在哪儿啊？它非遗这豆干糖这个创立就是我太太也给创出来的，用麦芽糖不太甜，加上自个手炒黄豆面。因为最早那豆干糖是那个硬豆干，一点点演变成来这个软豆干。又做出来一波。刚做完你就开始吃了哈？对，怎么样？有点嚼劲，不是特别甜，而且我刚进嘴以后喷豆面儿。喷豆面儿。对，小吃的味道嘛。人家这个非遗啊，是嘛？有文化有历史才能叫非遗。哎，是。手工制作，纯手工啊。对，人工起来最贵了，对吧？是。所以说这种，咱一定要非常的宣扬这种手艺人，对吧？推荐俺们家啊，喜欢大辉视频的，给大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关注大辉美食不迷路。